大家好，我是小豪。今天我们来做香兰轻乳酪蛋糕。很多人觉得乳酪蛋糕不难做，但是轻乳酪蛋糕又好像有一点难。难在哪里？还不是希望它美美的，不要开裂。其实不难的，只是有些环节需要注意一下。我们开始吧。水煮开后，先关小火，水量刚刚好，碰到玻璃盆底就可以了。加入牛奶，和香兰精华。你如果像我一样没有解冻，直接加进去的话，那就需要注意了，一定要熄火，不然冰块碰到热情的玻璃盆底呢，很有可能会爆裂，要小心。加入无盐黄油，或者你可以用植物油来代替。选用无盐黄油主要是因为奶油奶酪的味道已经偏咸，如果再用普通的有盐黄油呢，你做出来的就会是一个咸蛋糕哦。开中小火加热，搅拌到完全融化就可以了。分离5个 B 级蛋，用一个干净无油的碗来装蛋清，要小心一点，别把蛋黄弄破了，因为蛋清掺到油是肯定打不起来的，而蛋黄就是一种油脂。搅拌均匀，用力一点也没有关系，一定要确保有乳化到位。滴进面粉，过筛。这边要尽量避免连续的画圈搅拌动作，拌到看不见面粉颗粒，顺滑有光泽就可以了。接着来打发蛋白霜，加入少许的白醋或柠檬汁来帮助稳定蛋白霜。先用低速打到起泡，然后分3次加入糖。全程都用低速搅打，我用2档。在明显的纹路出现之前，把糖加完，然后转低速1档搅打。蛋白霜要打到什么程度呢？其实湿性发泡和中性发泡都可以做出成功的轻乳酪蛋糕，差别只在于蛋糕的组织和口感。像这样拉出一个稳定的大斑沟，属于湿性发泡状态。打蛋头上的尖角是会晃动的。这个阶段做出来的蛋糕会看见明显的气孔组织，口感偏向于蓬松。如果继续再打，直到拉出这样短小的尖角，尖角有一点点的弯曲，这属于中性发泡，状态更硬一些。这个阶段做出来的蛋糕气孔组织就比较不明显了，口感会更加绵密。我是认为乳酪蛋糕更加适合这样的口感，当然口感并不是绝对的，你们可以自行调整。非常关键的部分来了，分3次加入蛋白霜。乳酪面糊和蛋白霜的质地差别很大，并不容易混合，拌不好呢还很容易消泡。再加上中性发泡的蛋白霜又更硬一些，所以搅拌的动作需要更慢更轻。但即便动作已经如此的轻巧，面糊难免还是有些消泡了。不过不要紧，这时候的面糊质地已经发生了改变，加入第2次的蛋白霜。一样的动作尽量放轻。
由于面糊的质地已经改变，这时候你会发觉好像比较容易拌匀了，也几乎没有什么消泡。再倒回蛋白霜中，改用刮刀用切拌的手法拌匀。中性发泡的蛋白霜偏硬，刚开始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蛋白颗粒，可以像这样拨开。继续搅拌，再次拨开蛋白颗粒，再继续搅拌。最后刮一下盆底，确保拌匀就可以了，避免过度搅拌。最后的面糊是非常顺滑有光泽的。我用8寸活底膜，底部垫上烘焙纸方便脱模，也用铝箔纸把底部包起来，防止水渗进去。慢一点，一些大的气泡会在边缘自己破裂，你的蛋糕组织会更加细腻。弄平表面，蒸掉大气泡，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下层，用水浴法150度烤80分钟。烤完是这样的，一点也没有开裂，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。马上脱模放凉。你会不会好奇面糊消泡了会怎样？这是我第一次做的，配方跟香兰古早味蛋糕一样是5个鸡蛋，我就用了一样的糖量。完全没有考虑到乳酪面糊它会比一般的古早味面糊更厚重，结果蛋白霜支撑不起面糊，拌到最后已经严重消泡。成品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，除了表面有轻微开裂，它并没有对口感造成太大的影响，但它就是不甜。经过调整，这次的配方我觉得甜度刚刚好，蛋白霜也有足够的支撑力。实在不建议你们再做减糖，因为乳酪蛋糕不甜，真的也不好吃。另外，我也完全没有想到乳酪蛋糕搭配香兰的味道是那么的和谐，你们绝对要试试看。1天1块蛋糕，我一下就吃完了，小动物们一点也分不到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